大家晚上好，能看到我，能听到我吧？对，我们又要开始今天的老范读评了。去换一个新的背景。这是用的哪一张啊？换一张吧。然后，咦？这是开始了吧？5个人了啊，应该是已经开始了。怎么大家都没有任何的反馈上来？请发点评论上来，让我看看，你们都这个有反馈。然后我的这里，好，今天呢又是老范读评啊，这个每周三晚上读评论。啊，有沙发，哎，欢迎。然后这是第几个到的？第2个啊。然后是点赞了，欢迎欢迎，大家都点个赞啊！做做瑜伽，听听老范讲故事。哎呀，这个太健康了吧？你这个挺好的啊。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今天的老范读评啊。第一条，上期读评里头啊，有人说 XChat 4月23号发布，中国时间应该是24号，不知道马斯克是否跳票呢？马斯克倒是没跳票啊，但是 XChat 反正我这儿也能用了，然后也就没有然后了，因为实在是太简陋了，对吧？没有任何人在上头跟我说任何东西，然后也没有什么功能，也没有让我想再去用下去的这种想法，就是这么赤裸裸的就来了啊，然后就没了。你们谁装 XChat 了？然后这个如果你在 X 上关注我了，是不是可以跟我说2句？反正我到现在为止，我的 XChat 上没有收到过任何人的这个沟通邀请或者什么事情啊，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我对于马斯克下面准备推出的 X Money 也心表疑虑啊，这个事情到底能做成什么样，不知道了。然后啊，长剧为什么越来越赔钱啊？也就是说，在这个叫什么爱奇艺啊，把他的这个号称艺人都去签约了他以后啊，这个翻车的事情，我们录了一期视频，很多人就说了啊，说这个听完了感觉这生意没法做呀。对啊，在中国做长剧这件事情呢，确实会有些难度，但是你要想清楚，有人做的生意呢，就是最终肯定是挣钱的啊，你不可能说所有人都赔钱，那这事儿是不可能的，对吧？就跟我们每天接到这个各种的骚扰电话，我们都是毫不犹豫的把它挂掉，但是我们依然会接到啊，还有包括我们每天接到这种骚扰的短信，我们从来不理它，但是依然会接到。那么说明什么呢？说明还是有人去上当了啊，还是有人愿意去看他们的剧。所以从总体的转化率上来说呢，他们应该是跟很多的中国生意一样啊，就是叫接近荣枯线，就是苟延残喘着还活着啊，还没有被饿死，但是呢，日子肯定很难做。你说，哎，这么难过的日子为什么还要过呢？日子总要过嘛，那怎么办呢？你不能说日子难过就不过了，对吧？咱们还要积极的面对每一天嘛，所以呢，千万不要觉得哪个生意特别不好做，我们就不做了啊。这个，在这里，你如果真的选择不做了，你就上当了，你就被其他人竞争出去了，你就被别人给骗了啊。所以，这个生意还是要做的。再往后啊，说感觉在电影、电视普及以后，舞台剧仍能生存的原因在于其功能定位改变了。今天的舞台剧更多承担了人才培养和人才库的角色，观众甚至
都是关系户啊 ，AI 视频能击穿这些功能，让舞台剧彻底消失。因此，以舞台剧为例，证明真人戏剧不会被完全取代，说服力稍显不足啊。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就是舞台剧呢，在原来其实，在没有电影电视剧之前，也算是唯一的这种叫做表演艺术了啊，这个就没有其他的了啊。那么在电影电视剧大行其道以后呢，舞台剧就收缩了啊，它呢通过提高票价，然后把这个事情变得更高档，让更少数的人去看啊，那么就形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至于说 AI 影视剧上来以后，真人剧会不会也向这个方向发展呢？我们只能说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啊，希望它向这个方向发展，并不希望真人剧被彻底干掉。因为一旦真人剧被彻底干掉的话，那么可能很多人压根就不知道说应该如何表演，应该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动作代表什么意思，就没法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啊，大家也没有办法在这里去精进。那么 AI 可能也就失去了学习的方向啊，这个事儿是有问题的。还有人说是能不能把视频放到 Podcast 里头啊？这个基本上都是听的。我呢是每周日晚上闲聊都在 Podcast 里头啊，然后今天的这种读评也都在 Podcast 里头，但是日常的呢，还是希望大家老老实实看视频啊，因为我现在搞不太清楚 Podcast 里头这个广告费是怎么算的啊？老范是靠这个广告费过日子的啊！今天刚刚把这个2025年的个人所得税汇算做完了啊，昨天做完的啊，昨天做完的。这个反正作为一个 YouTuber 啊，老范还是很认真的去履行各种的税务义务啊。还有啊，说 AI 剧就像泡面，吃多了恶心。这个事儿呢，其实啊，你不能这么想这个问题。在每一个艺术刚刚诞生的时候呢，实际上都是低俗的啊，然后它需要经过漫长时间的沉淀与淘汰以后呢，剩下的是精品，对吧？这个我记得是莫扎特还是谁，当时也被批为低俗，对吧？然后现在很多的这个小说啊，这个也是说怎么这么低俗啊，怎么这么那个工业化呀，像泡面一样啊。但是你看它量大了以后，最后剩下的那些啊还是有价值的，对吧？所以呢，你不能说这个 AI 剧就都是泡面。AI 剧肯定，比如说泡面的比例要比原来认真表演的这个呢要高很多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呢，它的总量也要大非常非常多啊。那么这个里面有价值的有这个这种内涵的剧总是会被沉淀下来的啊，不会所有都沉淀下来，但是还是会有。还有说这个拿这种工业逻辑去套文艺创作，文艺创作的效率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有质量。漫威一年多出几部，口碑就直线下降了。而且开始缩减产能。中国网文每年产量够不够庞大啊？然而已经2-3年没有出过一部出圈的网文了。大家需要那么多文艺作品吗？啊，一年大家需要的是高质量的文艺作品啊，几部就够了。这种思想呢很有意思啊，大家要想清楚一件事情。漫威突然说这个质量不行了，是因为产太多了吗？我觉得不是啊，那是因为他们觉醒主义了啊，一定要去搞什么这个政治正确，一定要搞这个 LGBTQ， 然后最后就把自己给搞废掉了啊。至于中国的网文的话，你觉得最近几年没有好的吗？我觉得每年都还是有一些大神作品出来的吧。这个什么好像诡秘之主好像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好几年了。对，然后呢，有可能是这样，就这几年的新作品你不喜欢，然后另外一个呢，这几年我觉得作品质量下降的还有一个很核心的原因是管得太严了，对吧？有很多比较有意思的作品呢都被封了
啊，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原因吧。所以很多时候呢，跟多少是没关系的。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呢，是不是每年有几部作品就够了呢？我从来不这么认为啊，因为谁来决定哪几部作品是正确的，对吧？这个你没有那么大量的作品冲出来让市场去检验的话，如果说我们成立一个这个，比如说新闻出版署吧，然后让他来决定每年应该放多少部作品出来，让他们来去发版号让他们来去决定谁可以做，谁不可以做。你以为这样你就可以看到优质的作品了吗？别开玩笑了还是要放开了，让大家踊跃的去创作，然后让市场去选择所以我从来不相信数量少了就可以出精品。还有人说说可以把短剧的合规成本也拉上来这个事儿就求放过千万不要干这种事情这个短剧现在合规成本比较低大家还可以开心的去创作，但是呢最近也开始有很多的短剧被封禁了这个事儿都是存在的。这个合规成本其实已经在上升。大家知道短剧的最大的成本是什么吗？不是拍摄，不是做这个其他的什么抽卡或者是 AI或者是演员服道化这些东西都不是然后呢，它的最大成本也不是这个合规就是现在到目前为止短剧的合规成本并没有那么高，因为合规成本呢它属于一个不确定成本它是怎么说呢？就是你一旦合规失败了，就是等于前期所有制作成本就全都打水漂你是可以把制作成本按照一个很高的比例加到这个合规成本里去的但是它因为它制作成本很低嘛，所以它的合规成本乘上这个比例以后呢，依然不高，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短剧的最大成本是投流成本，就是花钱去买流量的成本是他们现在最高的一个成本。这块呢，肯定也是很畸形的了虽然这些短剧平台比如说像抖音或者是其他什么红果短剧他们很喜欢这种方式，因为他赚广告费嘛但是呢，等到什么时候说，我这个短剧这个制作成本能够占大头的时候，它的质量就自然上升了现在投流成本是最高的。好我看看这边，每次感觉这个背景最漂亮这个背景是 Midjourney 画的这个我现在是这样，就是如果想要一些比较有感觉的这种图片呢，我就会交给 Midjourney。但是我最近呢发现了一个特别棒的事情因为 Midjourney 很多细节控制不好，所以呢我都会让 Midjourney 画好了以后扔给这个GPT5.2然后说去给我加上什么东西。所以你们现在看到我很多的视频背景都是由 Midjourney 去做这个初始，然后呢由这个GPT5.2去做细节修饰。真人剧会在舞台上一直存在的，这个好吧，也希望这个事情可以一直都有吧。又开始卷了好吧，不能同意更多。神凡觉醒主义这个是觉醒主义这个事儿真没法弄我觉得任何脱离商业诉求的这种都是有问题的，还是应该让市场让商业来去决定。赶上直播了没问题，你点赞了没？可算赶上一回欢迎欢迎欢迎！现在没有人冲上来说我第一次看到你直播了吧？这个咱们已经直播了好多年了，对吧？好我们继续。哪吒汽车暴雷预警也或者是叫做央视点名哪吒汽车。其实最近呢，央视特别是焦点访谈呢，开始火力全开了点名了哪吒汽车，还点名了各种各样政府弄虚作假，然后这个什么，比如江西新余去购买这种
垃圾的这种上市公司啊，什么这些事情都在焦点访谈里去报去了。焦点访谈其实有好长一段时间已经相对来说比较沉寂了，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突然就不一样了啊，不知道又得到了什么样的这种最高指示啊？因为央视这种东西绝对不可能他们拍脑袋就开始干，一定是有最高指示下来了啊，所以最近焦点访谈开始折腾。那么有人说了啊，用国资造车给老百姓垫钱，又不上市割韭菜，哪吒这不就是新时代社会主义企业的标杆吗？你想太多了啊。第一个，国资的钱呢，大家都会去拿啊，因为现在你也没有别的钱可拿了，社会资本呢现在比较枯竭啊，你社会上稍微有点钱都直接存银行了，或者能跑就跑出去了啊，所以大家想造车都要拿国资的钱。这个里头可能除了小米之外啊，因为小米自己有的是钱，就是除了穷的光剩钱了，对吧？其他都拿国资，其实小米也拿，就是小米比如说在各个地方去建这个基地啊，建什么生产中心啊，建这些东西，国家都补贴啊。中国是我们认为，比如说现在要做新能源车了，就可了劲儿的补贴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啊。至于不上市割韭菜呢，也不是他不想上啊，这个是冲锋啊，没有赶上天时地利人和没冲上去而已啊。至于最后这个呢，是不是会成为社会主义企业标杆，你就别想了，社会主义企业从来不这样啊。那么他们这些人有可能会牢底坐穿啊，因为这么大亏损额是很危险的啊。你别看他们，比如说前面一年挣3000多万人民币啊，就是年薪很高，但是你看看恒大，对吧？恒大现在高管在干嘛？在退薪水。啊，说我发给你的薪水了啊，这个我不认了啊，你必须把薪水退出来，这个真的是从来没有这种道理的事情，但是咱就办了啊，所以后边他们这几个老大会不会退薪水，就真的不知道了啊。其实你这种你让他退薪水干嘛？你直接判他个这个叫职务侵占多好啊，对吧？或者叫玩忽职守，但是他不是国营的公司是没法玩忽职守的吧？你可以判他这个叫职务侵占嘛。啊，那样就可以直接抄他的家了啊，就不需要让他们退工资了啊。这个咱们讲远了啊。后边啊，有人说了，说毛利率居然还负这么多，查查采购成本上面有没有经济问题。采购上面肯定有经济问题，这没什么好说的，对吧？小鹏原来也是啊，采购成本巨高，后来是从长城汽车那边挖了人以后啊，才把这个采购成本降下来。对吧？小米这块可能要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吧，啊，至于其他的，不是传统车厂造车的这种互联网新势力造车的，在采购这块都有问题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还有啊，说私人投资失败，感觉就是愿赌服输了啊，输多少都是合理的，只要是自愿投资。但是国资投资用的是纳税人的钱，这亏了可是要出事儿的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私人资本投资呢，你也不能让它随便亏啊。它的亏损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账目清晰，对吧？你没有做对不起股东的事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去投资了，愿赌服输。而且呢，在私人资本投资这儿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以前跟大家讲过啊，叫不骗寡妇钱。啊，什么叫不骗寡妇钱呢？就是不同的投资风险啊，需要有不同的风险承担能力的人去做这个事情啊。比如说以前啊，经常有一个经常骗寡妇钱的这种案例是什么呢？就是众包啊，这个或者叫众筹吧，就众筹实际上就是经常骗寡妇钱。按道理来说呢，各种众筹其实是风险非常高的啊，这个。不能说10赌9输吧，但是呢，你众筹的产品可能至少有一半是做不出来的，对吧？也不会有后续的任何的结果。按道理来说呢，参加众筹就一定是要有一定的这种经济能力的人啊，就是你把钱亏了，并不会觉得特别心疼啊，那么这种人才可以参与。但是呢，中国经常是违规啊，让这些没有经济承受能力的人去参与众筹，对吧？那么为什么这个规则叫不能骗寡妇钱呢？寡妇钱呢，就是寡妇的第一个是她有时候没有经济收入啊，然后她的钱是一个死数，也不是很多，而且呢，这个寡妇有时候可能还带就是孤儿寡母嘛，就是你把她的钱骗干净了以后呢，她还会这个让一家老小都没有生计
而且呢，寡妇这种呢，就是这个有时候还比较泼妇嘛，就是他有时候会上瘾着一哭二闹三上吊啊，上瘾着是闹事的。所以呢，就是很多投资上是有这种要求的，就不许骗寡妇钱。你骗了他以后呢，第一个让他比如说亏了，他亏不起啊，让他衣食无着了啊，让他这个比如说发生各种人伦惨剧了这个家里小孩没饭吃了还有呢，就是他跑到你这儿来闹啊，所以这个事儿都是不行的，并不是说私人的钱就可以随便输啊，这个不是这样。至于说国资的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国资啊，你真的给这些大的企业或者大的这种官二代、富二代了，亏了也就亏了，那亏的钱多去了，对吧？真正倒霉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国资给到了这些正儿八经干活的人啊。那么这个要是亏了呢，你后边的关系不够硬，你就要这个承担这种国有资产流失的这种风险所以问题在这儿。所以这个你现在去点名说哪吒汽车亏了100多亿然后怎么样，这里头把国资亏进去了，那亏去国资的人多去了，对吧？哪吒在里头算个屁呀，对吧？这个就没法说那些都属于是这个说不得只有哪吒这样的人才能说得，包括像罗永浩这样的人才可以说就真正敢理直气壮把国资亏掉的，把国资揣口袋的人都是不能说的。还有人说了，说看你的故事感觉张勇跟那个啥创始人不是一个内心想要玩庞氏骗局的人，除了工资奖金稍高了一点，这个值得商榷这方面比贾跃亭、许家印还是有区别的。昨天刷抖音，张勇已经跑到英国了好吧？张勇最新的消息不了解那么这个东西这样就是很多的项目呢，其实一开始都没有惦记做庞氏骗局但是如果他在最后没有把这个泡泡搞破一直让这个事儿运转下去了，他就不是庞氏骗局有些人呢，可能在某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没玩下去，那他就是庞氏骗局。你比如说 OpenAI 吧，OpenAI 呢今天正在跟马斯克对簿公堂如果没什么大毛病这个 OpenAI 胜诉了，继续一步一步往前走，那么它就不是庞氏骗局。如果它这次败诉了这个没法往前走了，必须换回这个叫做什么非盈利组织了，那它就是个庞氏骗局，这有什么好说的呢？对吧？所以很多事情是不是庞氏骗局，跟他一开始到底是不是想做这件事儿，到底是不是想做庞氏骗局，还是真心想干活，关系没有那么大很多庞氏骗局都是倒果为因就是我们以结果来去论成败的事情。还有人说大模型哪有那么快卷出来现在中国的大模型才刚起步个个都离盈利远着呢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中国的这些大模型呢，现在已经卷了好几茬了现在能够剩下的可能也就一只手数得过来了吧可能一只手稍微差那么一点，两只手肯定数得过来了DeepSeek千问这个叫做什么腾讯，然后是豆包这个百度还有这个 Minimax 智谱还有嘛 Kimi 小米还有一个叫什么接悦还是什么但是那家我从来没用过，差不多也就这些了。其他的你说还有吗？还有你比如说像科大讯飞什么也还有，但是已经没什么声音了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大模型基本上已经卷到最后了不至于让他们彻底卷干净。你比如说像支付宝就是叫蚂蚁金服手下还有一个大模型叫零什么东西然后呢这个最近好像美团还出了个模型叫 Long Cat， 叫长猫还叫什么，好像类似这样的名字吧。但是这个其实已经算是接近尾声了跟什么百团大战、千团大战比起来，已经接近尾声了。
啊，这个塔主来玩梗了啊！第一次赶上直播了，你这都多少回了？第一次赶上直播了啊！成全你，好吧，好吧，好吧，大家开心一下啊！上次直播还是 SpaceX 火箭发射，好吧？这个5月份又该发了啊！我去问问那个谁去，我去问问这个土拨鼠去，啥时候发？怎么老喜欢平头？平头省事儿啊！而且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平头显年轻，对吧？你像我现在这岁数，肯定也是有白头发，但是你剃个平头呢，对吧？就剩下这一小截露着，然后那个白头发全遮后边了。奇怪，今天居然能看直播了啊？为什么不能看？一直都可以啊！啊，你看有一个扳手，赶快把他扳手没收了。感觉 XChat 就是 X 的私信工具，真的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功能。我觉得连私信工具都做的太简陋了啊，没有这么简陋的东西。平时这个时候已经从上海睡到苏州了啊，上海到苏州应该很近啊，能睡多一会儿啊。老范最近使用字节的 Coding Plan 好用吗？耐用吗？响应速度怎么样啊？我正在考虑换个套餐，现在用的套餐目前一到上午或跟下午的工作时间就响应特别慢啊。这个字节的 Coding Plan 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因为它的这个算力卡比较多，用户又不是特别多，所以它这块一直都还可以。也还比较好用啊，因为我现在挂了 Kimi 2.6、GRM 5.1这几个新的模型，效果还可以啊。然后呢，这个耐用呢，真的不怎么耐用啊，因为我是用的40多块钱那款，我并没有买那个比较贵的这个版本啊。如果买比较贵的版本，可能会更耐用一些。刚看完Meta跟 Manus 的视频，小扎是不是对收购早就后悔了？这次回复的这个超级迅速，这个终结交易立刻马上，他呢肯定先把钱拿回来嘛，但是呢他肯定不会承认他买错了啊，这个还得跟中国继续掰扯。GDP 竞赛啊，是疫情开始的时候就买了推的，这个自己在家里剃头啊，一直持续到现在。我是不喜欢在家剃，在家剃呢，就是它没有任何形状啊。我疫情的时候也是在家剃了一段时间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那时候见到这个更土一点的老范啊，这个现在都是去理发店。第12飞说是5月啊，还没定呢，对，还得等他定日子。好，我们继续啊，这个 GPT5.5和 DeepSeek V4。有人说了，大模型强不强还是很重要的啊，代码不多，但是复杂的项目差一点的模型，还就真的搞不定，能把你气吐血。慢点的我都能接受，但是结果不对，是真的会吐血。想看模型好不好或者排名啊，可以看这个Arena 排行榜啊，拒绝高分低能啊，这个事儿。但是你都看排行榜了，它不就是容易出高分低能吗？对吧？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到现在为止啊，模型呢之间肯定是有差距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你像现在我用的 Minimax 2.7呢，就属于能用啊，但是可能比比这个 DeepSeek 啊，不是 DeepSeek，比这个豆包 C 的2.0 Pro 还是要稍微好那么一点点感觉。但是你跟 Kimi 2.6啊，跟 GRM 5.1比起来呢，就有很大的差距。当然，你更不要说跟国外这些模型比，比如说 GPT 5.4、5.5啊，或者是 Opus 4.7啊这样的模型，你是肯定没法跟他们比的啊。这个事情呢，大概也就是如此了。但是呢，在这种叫 Harness Agent 下面啊，叫驾驭系统下面，可以极大的拉平这个东西。这玩意儿就有点像什么？就是像富士康啊，富士康呢，它会在旺季的时候突然招工啊，招回一大堆这个工人回来去做培训，
然后呢快速让你上岗就可以造出 iPhone 来啊！大家不会认为造 iPhone 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情吧？对吧？但是你认为这些快速培训上岗的工人，这个水平能有多高吗？对吧？所以这就是 Harness 系统真正起的作用，对吧？它能够让一个人在1-2周的培训内就可以上手去造 iPhone， 对吧？而且有一整套的这种品控系统啊，能够让这些人啊造出来的 iPhone 都可以这个良品率很高啊，这就是 Harness 干的活啊。那么为什么啊说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大模型本身的质量呢已经被 Harness 极大拉平了？原因就在这里。还有啊，说中国合并到2-3家再跟别人比吧，这个事儿呢就别想这事儿啊。中国的这种竞争呢，通常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这个起始的家数会比美国，比如说多1000倍啊，或者是至少是几百倍。然后最后呢，剩下的呢，可能只会剩下1家啊，或者2家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残酷竞争方式啊，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们还是要再耐心的等一等。还有说这些所谓的模型强不强，基本上都是编程领域，还是码农的领域。哎，这你说对了啊！现在模型强不强，基本上就看编程，对吧？原因也很简单，因为编程这件事儿呢，是一个标准清晰、可以快速验证与迭代的这个领域，而且呢，它不光是有对错，它还有这个打分儿，对吧？你说我怎么写可以变得更好啊？用什么样的路径、什么样的这个技术栈可以更好？这个东西是很清晰的啊。当这个东西很清晰以后呢，大模型就可以照着这个方向去训练，它可以自己训练啊。你写个程序，写完了以后啊，自己去评测啊，不对，有更好的方法啊，写错了，那我们把这个记录下来啊，一条数据得到，然后再跑一遍训练，对吧？它可以干这个事情，完全不需要人去管它啊，那它就可以快速提升。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大模型现在卷的其实就是原来的软件行业，对吧？这个所有计算机能控制的东西啊，大模型现在都要卷一遍。你说我这东西计算机控制不了啊，必须上人啊，那这个现在跟大模型关系还不是特别大啊。那么以前计算机能控制的东西呢，实际上都是软件能控制啊，都是编程能控制的东西。所以现在的大模型就是卷编程，不卷其他任何东西。还有人说了啊，说听说升级到 GPT5.5 之后，之前的提示词都要重写。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啊，就没有那么绝对。就是以前的提示词肯定能接着用，因为我已经把一些模型就是把一些这个工作流的模型升到 GPT5.5 了啊，这个继续可以用，没问题。然后呢，这个叫做什么呢？OpenAI 呢也确实建议大家重写提示词。啊，怎么重写呢？就是说，你像我们以前写提示词都会写那种特别严格的这种提示词，会写成这种这个很标准的格式啊，写成 Markdown 的，是有些呢是写成 JSON 的，啊，写进去了以后呢，告诉他说你是谁，我是谁，我要一个什么东西，你要按什么样的方式去做，先干什么后干什么，然后有一个例子啊，然后照这个例子去做出来，就是以前的很多提示词呢都会是这么写，然后最后可能还要写上说，哎，有哪些约束。不可以去改变。那么现在 OpenAI 建议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写这么长啊，你把这个标准的边界写清楚就完了，剩下的让 GPT5.5 自己去发挥，效果会更好啊。这块呢，我可能要过一段时间再把自己的一些沉淀下来的工作流再调整一下啊，这个先不着急了吧啊。所以呢 ，GPT5.5 上来以后，确实有一些提示词要重写了，特别是你把一些比如调 API 固化下来的那些提示词啊，必须要去重写了。哦，好，大家没有什么新的评论进来啊，还是这些评论，那么我们就继续啊，又有新的了。今天让 Gemini 帮我对比2组截图上的芯片引脚定义是否一致，死活无法完成任务，各种幻觉。我丢给 GPT，第一次
就给我生成了 CSV 的这个报告表，除了排序混乱，内容全对。啊，这个排序的事情，你可以下次命令他一下啊，就是在提示词里写一下，说你再给我排序上注意一下，应该还是可以搞定的。GPT5.4啊，前一段接入龙虾用了2天，直接给我用崩溃了，啰嗦的简直不要不要的啊，聊一会儿干一会儿活简直一头火不停的长篇大论的回复，这也没有重点啊，我真是服了。相反，用 GRM 啊，只是 GRM5 就感觉好多了。这个其实呢，龙虾就不应该用 GRM5，龙虾应该用 GRM5 Flash。就是龙虾应该用各种各样的，比如说 mini 啊，你应该用 GPT5.4 mini，然后用这个 GRM5 的 Flash， 或者是比如 Gemini 3.1 Flash， 应该用这种模型去跑龙虾啊，不要去用 GRM5.4 去跑龙虾，这个它确实是比较啰嗦。像正常应该是多个模型配在一起，然后呢，你 GRM5.4mini 啊，然后跑一段这个基本操作以后，然后呢，最终的结果让5.4去进行这个最后的这个总结呀、归纳呀、判定啊，让5.4去干。我现在都是5.5了啊，已经都升上去了。好玩的是，它给补充排序说明之后，啊，这个他完全懂了啊，但再继续重新生成。反倒再也无法生成第一次那样完整的表格了。这个我建议你不要用 GPT 去干啊，直接上 Codex 会好很多。因为呢，就是你如果直接让 GPT 去干的话，它会把所有东西都扔到这个提示词里边去啊，这个就会比较麻烦啊。你要是让 Codex 去干的话，它会先去把第一遍做完，然后剩下的呢会写个程序，写个 Python 程序，然后直接给你把排序做了，那个效果更好。就是确定性的事情啊，它会先分出来哪些需要大模型上，哪些需要这个程序上啊，然后呢，它把程序自己写好，然后把该用大模型的地方调大模型，该调程序的时候调程序啊，它是这样来工作的。它没有调温度啊，还有去掉 thinking 啊，这个是的，就是在 Open Cloud 里边是可以设置的。继续啊，苹果被印度重罚。有人说了啊，说这个我记得之前国内互联网各种流传印度生产的苹果手机大厂杆菌超标被欧洲退回，国内评论区各种赢麻了啊，苹果没有中国真不行，要乖乖回中国了。一搜英文没有一个新闻，全是简体中文自嗨。这个事儿呢，我觉得这样，就是说，在海外肯定也有过报道，但是呢，应该就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啊，很快可能就处理掉了。但是呢，中国人他就爱听这个，对吧？你离开我就得吃糠咽菜了，对吧？中国肯定在这个圈子里头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传播了，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国人爱看这个啊，还有人说了啊，罚的钱又没有给这个吃亏的消费者，这个里头呢，首先消费者没吃亏啊，就还是这么多钱，就是你该在里头买游戏，该充值啊，都是还是继续去充值的。然后在这里头吃亏的是谁呢？是开发者，对吧？在这个苹果上开发软件的这些人啊，那么他们其实是吃了亏的。但是要注意一点啊，这个很多人都说，哎呀，罚了钱怎么不还给老百姓啊？罚了钱怎么不给受害者？这个思路是错误的。罚款的目的不是为了补偿受害者，罚款的目的是为了让他改变现在的这个不合理的收费方式啊，是要让他疼。罚完了以后就是上交国库了，对吧？政府直接收走了，对吧？给他的就是叫什么呢？就是让他去这个让他害怕的啊，害怕了以后呢，他就会就不再敢去用这么严苛的这个叫做什么呢？不再敢用这么严苛的这个收费方式啊，他要去改这个。所以呢，千万不要想着说，哎呀，国家罚了钱了怎么不发给我？从来就不是这个逻辑啊。还有人说了，说相比之下，中国对外资就太友好了，简直是超国民待遇。
老外还是骂骂咧咧的要跑啊，去印度这种地方，这个简单一个字贱啊。这个事儿呢，中国呢，特别在这一件事情上啊，就是对于 APP 抽成这个事儿呢，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对外资确实是相对比较友好的啊，但是还有更友好的，就是对内资啊，比如说华为手机啊、OPPO、vivo 手机、小米手机啊，这些手机，大家知道他们抽成是抽多少吗？他们是抽50%的啊，所以这个不太一样啊。这个苹果才抽30%啊，咱们抽50%，所以呢，这个我们就相对来说，对于这种抽成是比较这个什么呢？比较这个宽松的。我们觉得抽30%已经挺良心的了。我见过的最高抽成比例是抽80%啊。什么时候抽80%呢？就是在最开始有这个手机支付的时候，当时的支付是通过什么支付啊？是通过手机费充值支付啊。因为当时我们买好多套餐啊，买完套餐以后呢，其实我们也打不了那么多电话，它允许你把这个套餐里的一部分钱充到游戏里去，那个是扣80%的，就是移动公司扣80%啊。所以呢，就是没有最黑，只有更黑啊。所以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啊。然后这个视频还有一条疑问，还有一条评论是这样啊：24年、25年印度外资是净流出的，26年前3个月，外资流出了快200亿啊。英文媒体除了印度自己说，外资看好印度市场蓬勃那些啊，都说环境堪忧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我专门还查了一下这个事儿啊，就是如果确实是在发生大量的净流出的话，我肯定会在视频里讲的。对吧？这个实在是没有找到相应的这种证据。就是印度呢是这样，就是它的这个外资呢，它有2种计算方式，一个呢是按照这个净值算，另外一个呢是按照投入算。啊，这个怎么算呢？就是说，其实印度这几年呢，每一年的这个外资的投资实际上都是在增加的，但是呢，按净值算呢，它又在下降啊。这个怎么矛盾呢？因为印度自己还跑到外面去投资去啊，就是他自己也往外花钱，人家也在他这儿花钱啊。如果你把这俩数减起来呢，就是这个进来的钱和拿走的钱啊，以及呢印度出去投资的钱，你把这几个东西合在一块儿以后啊，它的这个就可以算出一个外资净流出的这样的一个计算结果来。但是呢，各大厂依然在印度拼命的砸钱，拼命的去这个建工厂啊，这个事儿还是没有停下来的。这个遥遥领先啊，遥遥沦陷，好吧，这个咱就不管它了。来晚了，不晚不晚，记得点个赞哦。华为抽50%啊，他们是这样的，就是中国这个抽法呢，跟这个谷歌和苹果不太一样啊，就是谷歌跟苹果呢要求所有人都得抽啊，除非你是像亚马逊这样卖东西的，就是你卖实体商品的我不抽啊，其他的通通都要抽啊。然后呢是抽30%啊，但是新用户可能新开发者是抽15%啊，正常是抽30%。然后呢，你任何的这个人都不允许在外边单独去进行支付啊，逮着我一个罚一个。在中国呢是，这个比如说我看个小说啊，这个看个这个视频啊，或者是我去这个充个视频会员啊什么的，他其实是不抽的啊。那什么时候抽呢？游戏啊，只抽游戏，游戏抽50%啊，这个你觉得也合理吧？这个事儿，而且呢，不光是华为啊，他们有一个叫巨硬联盟还是什么啊？叫硬核联盟啊，好像叫硬核联盟，就是所有这帮做手机的等于参加这个联盟，然后呢，我们统一都抽50%啊，谁也不许少抽啊，他们是这么来干的。苹果对于年收入低于100万的是抽15%，就是对于小的是抽15%。我们公司也在印度开了分部啊，主要原因还是人力成本。哎，我觉得你要人力成本还是应该到中国来开分部，或者说，在这个你哪怕到这个什么呢？到这个
中国稍微差一点的地方去开啊，都是可以有更便宜的人力成本。而且中国人写程序的这个水平和速度，绝对是印度人望尘莫及的。印度人写程序只配当螺丝钉。好啊，这个前一段时间有一条视频得到了一个评论啊，在这里也讲一下啊。那个视频呢叫中国 token 出海爆发啊，有人说小白的我也想做 token 出海，现在晚不晚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token 出海呢不是说你在国内拿到补贴，拿到各种的这个 token 算力就可以直接的给外国人用啊，绝对不是这样的。这个所谓的 token 出海呢，这个过程是相对来说比较曲折的，对吧？你可以用国内的 token 去生成作品、生成内容出海，这个事儿是没问题，也算是一种 token 出海啊。然后呢，你也可以到海外去进行部署啊，然后再去做这个比如中国电力输出啊什么的这块啊，也算 token 出海。但是中国绝对不允许全球同服啊，就是说我让老外来用中国同样的服务器去产生 token， 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啊。所以呢，这个专门要跟大家嘱咐一下。所以中国 token 出海这个事儿可以做，但是呢，可能过程要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一些。啊，继续啊，这个 SpaceX 收购 Cursor 啊，一对难兄难弟的双向奔赴。有人说了啊，是希望马斯克收购以后啊 ，Grok 模型免费接入、免费用。总之，马斯克就是破局者。现在 token 太贵了，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你就不用想了啊。马斯克是从来不做赔本买卖的，对吧？特斯拉都是有利润的，虽然他亏了很多年，但是他亏的都是他的研发成本啊、建厂成本啊、这个销售成本，他亏的是这个，他绝不可能让毛利是亏的。就是所有做硬件的人啊，都是不可能让这个毛利是负的啊。当然，像那个哪吒汽车那个除外啊，因为他一旦是做硬件、做汽车、做机器人啊，把这个毛利做负了，他就永远没有翻身的日子啊。所以他们是不会把 Grok 模型直接免费接进来的。而且他免费接进来以后，特别是他上市以后的话，那股民能告他，我告诉你，对吧？你把我们这个花钱买的这些东西都给免费送人了，这哪成啊？你让股价下跌，我告你，对吧？这个不要想太多啊。马斯克也不是一个那么喜欢打价格战的人吧？至少卷价格这件事在中国他没卷过咱们啊。说马斯克的问题啊，还是想打价格战又舍不得成本，想拼技术又没那个能力，想搞研发又舍不得高薪雇人，最后只能靠不睡觉的亚裔996内卷，也就只能啊压到吊车尾的水平，再往上靠 PUA 员工能压榨出来的油水就很有限了啊，属实是一根筋两头堵啊。这个事儿呢，马斯克价格战，我刚才讲了，他不是一个特别爱打价格战的人啊，他肯定舍不得成本，这事儿是对的。想拼技术呢，他确实想，但是呢，是不是没有能力呢？我倒不这么认为啊，因为现在这些上 AI 公司的老板里头，马斯克可能还算技术最好的一个，但是在这一块呢，他的能力其实更多的是在于这个工程能力啊，你让他去做创新啊，让他去做科研，他可能还做不了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你像造火箭、造汽车的嘛，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这种工程师啊，他。至于说这个想搞研发又舍不得高薪雇人呢，这个我倒不这么认为啊。就是马斯克还是给得起薪水的。他呢抠是抠在哪儿呢？控制权啊，马斯克的控制欲极强。而做大模型这个事情呢，要么你就天天扎在这儿啊，你别跑啊，要么你就放权。马斯克呢属于又不愿意扎在这儿，天天盯着你，又不愿意放权的一个人，对吧？现在跟 OpenAI 在这打官司，其实也是这样的。他想把 OpenAI 收进来啊，说来我管着，你们谁也管不了这事儿。山毛他妈这些人说我不服你管，对吧？我就跑了。所以他好多事情是差在这儿了。还有啊，说 XAI 算力利用率只有10%，有点反常识。现在全球算力紧张，马斯克可以这个把这些算力折扣租给任何人啊，不会让他闲置这么多的。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啊，算力呢，你说紧张吗？
也紧张啊。但是呢，再怎么紧张不能白给啊。你像 OpenAI， 你说我算力紧张吗？紧张啊。但是呢，你谁要给他用这个算力，必须得收钱啊，这个都不能白给，因为很贵这个东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大家的算力其实也都没有用满啊，也就是50%左右在运转也就可以了，因为你不可能把它用满了，一旦用满了以后，这个服务器就崩了啊，整个的系统就崩了啊，所以这东西一定是有空闲的。还有一点呢是这样，马斯克这哥们儿呢，举世皆敌，对吧？你说他能把算力租给谁？租给微软？他不行啊，他正在这掐呢，租给 OpenAI， 这对簿公堂呢，租给谷歌，谷歌自己不缺这玩意儿。对吧？亚马逊也不缺这东西，美塔嘛，跟他也不对付，对吧？所以马斯克，你说他想把算力租给别人，他租给谁啊？对吧？他真的是全村人的敌人啊，没有谁喜欢他的。这个彼得蒂尔喜欢他，但彼得蒂尔用的这个 Anthropic 的 Cloud， 人家是在谷歌云和亚马逊云上跑的，对吧？他也不可能跑到这个 XAI 的云上来跑啊，所以这个事儿就不要想这事儿。啊，他没法把这个这些东西拆开了租出去。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其他那些公司，比如像微软像这个谷歌呀，他们的这个 AI 算力的这种开机率啊，可能也没有他们说的那么高，对吧？只是呢可以进行一定的隐藏而已。因为你一旦露馅了，说哎我这个没有那么高，我这个只有10%、20%这种 AI 的利用率。可能直接股价就崩了啊，甚至会有集体诉讼上来，因为他们每一家做的那个 Capex 就是这种资本支出都非常非常高啊，你如果发现哎你用不了，你还花这么多钱啊，你不跟大家分红，那这个肯定一堆股民会告他。已经看到过很多年轻的亚裔数字渔民跟印度人扎堆在海边喝着香槟，操作 agent 啊，躺着远程工作，挺好的。香槟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喝啤酒不行吗？马斯克是一个情商智商不可兼得的典型例子，对，他这哥们儿的智商很高啊，但是呢，这个情商确实要稍微的差一点点。好，我们继续。高德台湾爆红啊！有人说了，说这种超级 APP 就是塞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用的时候呢，经常弹出信息，而且废话特别多，真正导航的功能很一般啊，算不上碾压谷歌。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就是它确实塞了很多乱七八糟东西进去，但是呢，你这个只要不点它啊，它也会老老实实给你去导航，不会乱弹。不会乱弹很多东西的，就是你不要去选其他无关的东西啊，都还是可以用的。而单纯导航功能本身绝对碾压谷歌，没什么好说的。还有啊，说用 AI 做的文稿吧，这个公交实时到站的，在台湾怎么可能覆盖？在大陆都没有完全覆盖，这东西也要靠大数据。如果台湾公交车没用高德，不可能实现公交实时到站的，这个首先呢，文稿肯定是经过 AI 审核的，这个没什么好说的，那么人家就给了这功能怎么办呢？而且还挺准啊，那这个也没什么办法，对吧？它可能也是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数据去算出来的，至于大陆的话，肯定是很多的公交车都有物联网系统，他们会实时汇报自己的位置啊，这些东西都会汇总到这个交管中心里去啊，也可以得到这些信息。还有一个说你根本不懂台湾啊，他要封就封啊，引用国安法就行了。这个话呢，为什么一定要给大家念这条评论呢？我就没想明白这哥们儿到底是哪头的啊？我本来想讲的是台湾呢，作为一个民主社会，对吧？它必须要考虑各种的
影响啊，不可能这么高效的就嘁哩咔嚓把它封掉啊。这是我想讲的东西啊。那么他呢告诉我说，人家想封就封啊，没关系的，这随便引个国安法就封了。那这个，所以我真的搞不明白他到底是哪头的啊。这个我不希望啊，这个台湾能够这个想封就封。虽然啊，这个高德地图可能对台湾还是造成一些资讯安全方面的影响，即使如此啊，也不应该说封就封。如果说封就封的话，那不就是活成自己讨厌的样子了吗？而且他到目前为止没有封啊，所以到底谁不了解台湾呢？还有啊，有人说了，说中国的 APP 比很多美国 APP 好用不少啊。个人最直观的是亚马逊跟淘宝，亚马逊的 APP 跟淘宝的 APP 比起来就是一坨屎，谷歌地图跟高德比起来也是一坨屎啊，也没法比。是这样的啊，就是他们这个东西呢，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人少，对吧？做同样的功能，他们的人可能只是大陆这边软件开发人数的，比如说1/20啊，是这样的一种悬殊比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巨大的压力下的这种 KPI 竞争啊，这个他们也是没有的啊。所以在这几点上来啊，这个他们的软件比咱们的体验差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我举一个最简单的案例吧。亚马逊呢曾经建立一个这种叫拍照中心啊，这什么叫拍照中心呢？啊，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相机啊，然后呢，我要卖啊，比如说我卖这个麦克风啊，这是我的大疆麦克风。然后呢，这个咱们买东西必须要照片嘛。亚马逊呢拿一机械手啊，举着相机，这个上面一张啊，这在我这儿吧，上面一张啊，前面一张，左边一张，拍3张照片啊，这就是亚马逊上面的这个照片了。这个大家能够想象这个照片能有多丑吧？但是你就要在这样的照片上买这个东西。然后呢，在中国啊，这个专门有人去做这种叫摄影公司啊，我来帮大家拍的这个，你想要多少都可以拍出来，然后想要旁边有什么配置都可以拍出来。然后京东呢专门造了巨大的摄影基地，有摄影棚啊，这个东西怎么可能是一个这个机械手咔咔咔照3张，前面、上面和侧面就完事了呢？这不是开玩笑吗？这玩意儿哪卖得掉啊？对吧？很多的这个叫什么呢？卖家都会专门请人自己来做这套东西。在有 AI 以后啊，那这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原来还需要布景，对吧？比如说我要卖一杯子，我这杯子后边一定要放一盆花啊，那个花原来底下要有，现在不用了，直接给写提示词就完了，请在杯子后边来一盆花啊，这个就可以了，对吧？这个现在已经完完全全不一样了。所以台湾啊，就是不是台湾，所以美国的软件在这块呢，肯定是没有咱们卷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埃隆就是因为没有人要做他的 chip，所以被迫自己盖工厂啊。是的，这个他没办法，就是原来韩国人想给他做，他又觉得反正有问题，他排不上号，因为人家都是愿意花钱去抢嘛。然后呢，到台湾啊，他就跟人谈说：“你给我造芯片吧。”台湾那种社会，就是你不是说你花钱就可以排上队的啊，那样像黄仁勋似的，拉着一堆老哥们在街边上喝啤酒，然后那个吃这个街边摊，才有可能给你先造芯片的。所以马斯克在那儿也没人给他造。最近教育圈里头疯传那个科大少年班孩子上课扔水壶的视频，地下还有一堆人评论，我心想，这不明朗吗？这还不明朗吗？怎么智商高就必须情商高？这个智商高的孩子也有失控的时候。哎，不要想这个，你像伪神，对吧？这个北大的伪神，你说那玩意儿他能有情商吗？那个，对吧？你看那个样子，你说这智商特别高，谁家愿意自己家的孩子长成那样？这没法说这事儿。因为我原来见过好多这种参加竞赛的孩子啊，这个完全没法看。原来 ChatGPT 会员的支付不能用了，请问有啥支付渠道比较稳妥？这个不知道，这个自己去想办法。我昨天试着用了
疑似百度导航废话连篇，还谈广告，果断卸载，又试了高德导航，感觉高德靠谱多了。我原来都是百度，后来没办法，车上是高德，就只能用高德了。这个台湾已经发展成自己讨厌的样子了，已经有10多年了啊。这个我觉得你还是要这个换个地方再看一看啊。这个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高德地图找北京厕所挺差的啊，上次在西三环找了3个都没有，害我吃了个罚单。这个我还真没试过这个事儿。不是，我关心的不是说你没找着厕所是不是吃罚单，我关心的是你没找着厕所是不是这个有一些其他不忍言之事发生了啊？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如果大家都拍的丑的话，也是公平的，要不然就是用美颜照片去相亲一样，然后亏损的还是消费者，浪费时间，结果见光死。对于平台来说，其实它无所谓，平台就要交易，交易了我就收提成。至于消费者买到了以后是不是愿意留下来，还是愿意退货，对于平台来说是完全无感的。所以平台肯定还是让你尽可能拍得漂亮一点，对吧？让东西可以被卖掉。消费者的损失就是平台的收益。我个人感觉高德是司机项啊，这个百度是吃喝玩乐项。你要使习惯了百度，其实也挺好用的，就是可能他发现你是新用户。用户单纯只是想享用 the best of both world 啊，这个高德好用就用呗，这个并不会用完之后就变成喜欢州官放火了。这个，哎，这个怎么说呢？高德我觉得好用就用吧，因为也挺好。谷歌地图在日本的体验比国内地图要好很多。JR 的换乘信息、时刻和站台这些都很准确啊。这个因为我在日本我是用的苹果地图，感觉也还可以。在大陆之外肯定是谷歌地图啊，这个大陆地区谷歌地图的这个道路信息太滞后了啊，还是得用百度或者是高德啊。这个其实也不会特别滞后，因为谷歌地图在大陆用的是这个百度的图啊，实际上就是百度后边4维图新的图。苹果地图在大陆用的是高德的图啊，都是一样的，不会滞后的。就算货比货，也要有个底线。这个社会的崩坏是知识分子的丢弃专业道德，这个底线两者都打破了这道底线，这个就没法弄了啊，就只能是不要比烂啊，这个咱不要比烂。啊，有厕所取消了，停用了，没显示啊，好吧，你最后到底是找到厕所了呢，还是发生了什么其他的故事呢？那 Coco 的情况就太崩溃了啊！这个满怀希望去厕所，结果发现停用了，站在厕所外，这多焦急啊！对啊，这个这个没法整啊，这事儿。好，我们继续。这个整天夸赢了的人啊，还有脸说台湾啊？什么意思？这个台湾怎么了？为什么不能说呢？继续啊，这个 Manus 并购被叫停啊，这个是今天早上的节目了。有人说操作5000万并购案，老范赚了有3000万没有啊？这个想太多了啊！老范就是一个办事儿的人啊，就是在里边跑腿的。就算最后签字的人啊，他也挣不出这么多钱来。就是民营企业里头呢，你说有没有贪腐，肯定也有啊，但是呢，绝不可能说，哎，我收购一个5000万的案子，然后在里边去挣个这个好几千万啊，这事儿不可能的，想多了。而且一旦有这样的事儿发生呢，也不，这个人马上就离职了，
对吧？像原来百度就发生过啊，就是他们当年并购这个91手机助手的时候，我忘了是十几亿人民币吧，好像是几亿美金啊。并完了以后，整个投资部全离职了，就是钱全赚到手了就离职了。就是在国内是这样，就是你只要是赚到钱了就一定要跑，你不能说我赚到钱还在那儿接着恶心老板啊，这事儿不允许的。我是做完这个案子以后还在那儿混了好长时间，所以不要想着说老范在这里头挣到钱了啊，真挣到几千万美金，我就不坐在这儿吭哧的每天更视频了。然后还有说啊，这个投资人4倍的收益连本一起化为乌有了，难道不想反抗一下吗？什么样的机构可以扛住这样的损失？投资人不退钱会怎么样啊？这个首先是这样啊，就是4倍收益的呢，也就是 benchmark 最后一家，前边像什么腾讯啊，这个叫做真格呀，还有中国红杉啊这些，他们呢都是十几倍、几十倍的收益啊，那最后不也一样血本无归吗？第一个，从国内的这些机构来说呢，只要 Facebook 想，就是美塔想退，它一定要退，因为他们身上也有国资啊，这个你必须要配合，这没什么好说的。对于 benchmark 来说呢，他可以选择说我要去沟通这个事儿啊，但是呢，你如果是因为法律不可抗力要退的话，它大概率也会退，因为啊，这个基金这些这种运作方式呢，它都是花的别人的钱啊，挣不挣钱重要，更重要的是合规啊，因为我们拿着别人的钱去花，一旦发生不合规的事情，就算你挣钱，也再没人敢把钱给你了。所以投资人通常是最守规矩的，对吧？一旦要求你去退钱，那你就老老实实退就完了。你赔钱了，那赔钱是我这个眼光不好，我运气不好，这都不是大问题。我在这个里头不守规矩啊，我去折腾去了，那个就坏名声了啊。所以一定要注意，投资人在这个里头通常是不会搞一些幺蛾子的啊。这是杀鸡儆猴啊，这个不这么干，以后会有更多公司跑美国去的啊，而且还会不允许中国人使用啊。我对 Manus 最反感的就是不允许中国人使用，你在中国的土地上用中国人搞出来的东西。还不允许中国人用啊，我只能说活该啊！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有更多的人跑到美国去也没什么不好嘛。不让中国人用呢，这个也没办法，因为他要用 Cloud 模型，Cloud 模型规定不允许中国人用。你现在就算是允许中国人用了，那 Cloud 会封他的号啊，这个事儿也不行，也算是一种夹缝中求生存吧。这个虽然 Manus 的产品和技术我并不喜欢啊，但是我并不认为这帮人就活该。还有人说啊，看来小扎好久没有来天安门跑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啊。这个也可以，比如说5月15号跟着董王来再跑一回，但我估计再来了也不会允许他跑了啊。像这个董王肯定会带着一帮人一块来，但是具体带谁呢？马斯克肯定跟着来是没毛病的啊。黄仁勋我估计很尴尬啊。像这个小扎呢，我估计应该不会来。至于微软的那个，微软的 CEO 是可以跟来的啊。微软在中国的业务还是不错的，对吧？山姆奥特曼是不太会跟来的啊，因为他在中国没业务啊，而且也没法来啊。你说这个，川普咱们到底带谁来，不带谁来啊？赶快看卖机票了啊！现在要再往后还有说，我认为很好嘛。想卖国啊，就想好代价。国内团队创造了 Manus， 回头把团队解散了，把金鸡蛋搬到新加坡卖给美塔，大家都如此效仿，中国会得到什么呢？中国不需要得到什么，中国只要这个民强就可以国富啊，没有国富民强这种事儿，国富了一定是民穷啊，所以你就让他自己就干着不就完了吗？当然这个把国内团队解散这个事儿肯定是比较过分啊。如果说当时不把国内团队解散啊，把国内团队继续留下，然后好好的去这个把知识产权留在国内，在海外就说我重新做了一套新的，再把海外这个东西卖了，其实也是可以去处理的啊，会更合规一些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我们要在这儿讲一个大家可能没想到的点，在当时去进行转移的时候，实际上有2条路啊，就是有2个
平衡点要去选择。第一个呢，叫照顾员工，亏待投资人啊，就如果我把国内的这摊子留着啊，那么员工就都得到了很好的这个收益啊，然后呢也有工作，但是投资人呢就废了啊，像这个腾讯啊，像这个真格呀，还有中国红杉啊、benchmark 啊，他们就没法整了，因为你在外边再去设立那一摊子呢，你没法再把这个股权映射上去啊，这个会有问题。那么另外一头呢，就是叫做我们照顾投资人啊，亏待员工，就是像在这个Manus 的玩法，把国内的直接解散了，然后呢，我在国外依然承认国内所有这些投资的这个股份啊，那么看来就是玩脱了嘛，现在情况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是 Manus 出于价格考虑，当然可以把海外投资当然可以向海外投资者出售公司，但是出售的过程呢要讲规矩的。Manus 就是一家中国血统的 AI 公司，向监管部门申请是必须走的流程。Manus 在中国裁员、清空社交媒体内容、屏蔽中国用户、搬迁到新加坡、出售给 Meta， 整个过程 Manus 连一纸公告都不发。你 Manus 几个创始人把中国政府当空气了吗？这个事儿是这样啊，怎么说呢？在法律上没有血统这个说法啊，你说什么样的叫血统，对吧？你这个是没法讲的啊。第二个呢，就是从 Manus 的角度上说啊，包括从Meta的角度上说，20亿美金的收购，你以为没有人帮他们做合规审计吗？肯定有，对吧？它整个这条路径就是由这些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人给他设计的啊。他会认为说，以这个中国的出口管制清单它应该不在这个里边，它既不是一个 AI 的这种交互界面，也不是一个推荐算法，所以呢，他认为它不在里边。但是呢，很多的这种条款它是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对吧？并没有那么清晰那么现在中国政府说我来有解释权最终解释权在我这儿，我认为你应该算在这里头你出去之前必须给我解释一遍那么这个就算是一个判例呗，以后就都按这个判例来，不就完事儿了吗？所以我说这一次呢，就算是被中国的这种 AI 创投彻底画上死刑了画上句号就完事儿了。还有人说据说Meta已经付钱了怎么退钱那么这块呢，可能也是在节目里头没有特别讲清楚的一点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赶上老范比较熟悉的内容呢，就会讲的比较嗨。然后嗨了以后呢，就总会漏一些东西。咱们来算吧，这20亿美金这20亿美金是怎么付的？20亿美金，通常呢，这个交易成本也在这里头不会说我20亿美金的这个并购，然后我单独再有，比如说几百万美金去付这个交易成本，不会这样的都会要求收到钱的人，通常也就是这几个创始人，由他们来去支付这个交易成本。就是我把钱付给你，你去把这个律师事务所什么这个会计师事务所呀，这个 FA 去把他们的钱给我付掉一般是这么来去处理的。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这个20亿美金呢，里头应该是有可能70%到80%呢都是股票都是Meta自己的股票。那么这些股票呢，应该是按照这个4年或者几年的这种对赌签在协议里的。只要把这个对赌协议一注销那么这个股票就回去了回到这个池子里去。这对于Meta来说，可能就可以多出一笔利润来就是你去注销这个已经分配出去的期权是会在这个上市公司的报表上出利润的。然后剩下的钱比如说还剩个几亿美金，那这几亿美金呢就是要给这个各个基金去付钱主要就是基金收这个钱。收到这些钱的这些基金，现在就说，那我们愿意配合只要Meta你说你要取消这个交易，我们就愿意配合把这钱还给你，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退呢，并没有那么费劲这就是20亿美金的一个完整的流转。那么这里头可能有一部分钱呢是给到这2个创始人了这个钱呢应该不会特别多可能几千万美金是不是会上亿美金？这个不好说，有可能会那么到他手里以后，这个钱会怎么办呢？这个钱呢肯定要退通常是这个钱到了他们手里以后，也不会上来就直接把它造掉应该是搁在银行里头，比如做个理财或者做一些什么样的，成为银行的这种高净值客户那么就跟银行说这个钱我们需要去
处理就完了啊，也不会有特别大的这种变化，除非这些人马上就是说我全都买成房子了，全都买成什么别的了啊，那个再说。到那种情况，你也可以拿这些资产再抵押给银行，然后要求银行去退钱啊，大概就是这个钱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收回来。当然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哎，我已经支付了一部分，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交易成本，那这个钱就退不掉了，那可能再跟美塔商量，说这个钱我们已经支付了交易成本了啊，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我付了，那可能这笔钱就豁免掉了啊，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具体看咱们最后怎么商量了。而这两个人啊，大概率是出不去了。最后啊说，如果交易金额没那么大，变成大新闻，那中国政府是不是就不管了？这个您说到点儿上了啊。这个呢，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家里头这个小妾啊，这个受到大夫人的排挤，就说算了啊，我跑了啊，我跟人私奔了，实际上就干了这么个事儿嘛。那么呢，私奔了以后呢，有几种结果。第一种呢，就是你真的隐姓埋名，在一个山村里头活下去了。那么这个大夫人觉得我已经把你赶走了啊，这个所有的财产都是我的，对吧？这个就算了，就没什么事儿了。第二种呢，就是你跑到这个小妾跑了以后呢，没有跑去隐姓埋名啊，他跑去一个这个青楼里边啊，去做了红官人啊。那这对于这个大家族来说，肯定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对吧？你说咱这要脸的人家啊，把你赶出去以后，你还跑到这个青楼里边去啊，抛头露脸去了啊，这事肯定有问题。我会觉得很这个家庭里一定会觉得很痛苦，对吧？要想办法去收拾你啊。大家得看，因为很多古代的青楼呢，也是后边有这个大人物的啊，所以未必搞得了啊。这个事儿呢，就要去看谁家更强一些了。再往后呢，说这哥们儿，这个小妾呢，出去以后不但成为了红官人，还勇夺花魁了啊！这个一下这个名满京师，或者名满这个整个满城都是风雨，搞得满城风雨了。那这个就没法整了啊！你必须死磕到底，对吧？所以呢，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Manus 就相当于是在国内的一个啊，这个也不叫受压迫吧，反正呢也没混出头的一个小妾啊，跑出去新加坡。不但是这个成了红官人啊，还夺得花魁了啊，那这个不收拾你收拾谁啊？这个真的是叔可忍婶不可忍啊，所以一定是要收拾他啊。这个低调一点啊，确实不会有事啊，谁也懒得跟你折腾，高调了那收拾你。好啊，这个网上的都读完了，咱们再看看这边还有什么。这个这刚看过了啊，这个苹果地图是最简洁的画面了啊，不管是横屏竖屏，都是最舒服的。在中国啊，用的是高德的 API 啊，这个是这样的，它用高德的数据啊，用高德的数据。谷歌地图我在美国是觉得还可以，去年去法国旅游也凑合，但是有一年在香港用，简直太崩溃了。香港我觉得本身那个就是香港也好，日本也好，就是它地铁特别发达，然后巨多站，那个都用谁的地图都很崩溃。今年报税有啥变化吗？变化就是去年我是去政务大厅报的啊，今年就直接在网上报，报完了就通过了。但是呢，报的过程也很痛苦，犯千万啊，这个别没那钱。我在香港用谷歌地图呢，他们那个定位的那个光标经常飘来飘去的，不知道为啥。因为你在室内吧，或者在地铁里吧，你必须在室外才可以很稳定，而且香港特别是高楼比较密集的地方，它就经常会飘。如果赚了几千万美金的话，范老师打算去做什么呢？就当个命题作文即兴演讲一下。这个如果赚了几千万美金的话，这个，哎呀，这个怎么说呢？躺平呗，那还能干嘛呢？没什么别的，就是比如说周游个世界什么的啊，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腾讯敢不退钱吗？这不可能啊，腾讯肯定得退啊。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被别人检验，除非你认为他是真神啊。对苏联十分迷恋的萨特，其口吻大意就是苏联模式比美国好啊，就不能批评苏联。历史事实是萨特绝大多数观点是错的离谱的，好，那就不了解了。如果赚了几千万美金，老范应该去灵修当瑜伽宗师呢，没那兴趣。我可能真的是环游世界啊，四处去看一看。我还是比较喜欢去玩的，只是现在呢，实在是穷啊，就只能坐在这里跟大家录节目了。我觉得萨特他们是被苏联忽悠了，而且法国人的空气也是要读空气的啊。法国人说别人好，往往不是因为别人真的好，而是他们要阴阳自己的国家，这种对自己的国家的批判，导致很多其他国家误以为自己好伟大。这个也可以这么去理解吧。学微软撤离的方式，把员工也带到新加坡，不想走的多给点钱。哎呀，微软呢，它因为美国公司，它这样搬离你拿它没办法，但是 Manus 呢，这口气肯定国内有人咽不下呗。Manus 有什么用啊？其实我也不太用啊，就是刚出来的时候用过1-2次，后边就没什么想法了。还是徐志摩和胡适对苏联的认知比较清晰啊，这就不了解他们怎么认知了。Meta 当年的 Metaverse 元宇宙是不是彻底嗝屁了？差不太多啊，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彻底放弃了。呃，还有夸赢了这个概念阻碍真实情况的展现，我十分讨厌。我既然讨厌这个夸赢了啊，必须讨厌另外一个夸赢了啊，不会这个夸赢了这个我们就不研究你这个事儿了啊。反正存银行的钱也拿不出来，拿得出来啊，对吧？你跟银行说我现在需要，怎么去处理这个账目，还是可以处理的。我一直对他的迷之操作很好奇，他身边不会没人提醒吧？是真轴吗？这开什么玩笑？这绝对是一堆的人给他做了这个，叫做什么呢？一堆的人给他做了合规的分析和这个建议以后才去选择的啊。这种东西不可能拍脑袋干的啊。这个萨特我们就不研究了。Kimi 值多少钱？Kimi 可能现在是100几十亿美金吧。非静止画面还是我卡了？没有啊，我这儿没有显示卡呀，我这儿好好的，是你卡了吧？好啊，差不多了，我们的这个问题都读完了，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要没有问题的话，老范读评今天就到这里喽，我要去上传新的视频了。哎，还有新问题啊？没有了。这儿呢。老范老师，你一天要工作多少小时啊？看着感觉做视频好费时间，要一天一直录吗？这个还是挺长时间的。我每天的工作时长肯定是超过996了啊。这个我估计我一天应该能够有10几个小时的工作时长吧，而且周末不休息。申请 MIMO 了吗？没申请啊。这个他们好像最近是搞了一个什么东西，明天去研究一下，申请一下吧。好好休息啊，是要好好休息。最近又有网红偷税，好像是个探店博主，我还没看过他的那个节目啊，偷了，那就罚呗，这怎么办呢？对啊，这个身体还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结束。